您觉得这种情绪问题的相关度有多普及呢？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其实这个呢，就不光是慢阻肺消染中，就很多青少年或者是上班的人，有时候也会有体会，就是焦虑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心里难受或者有抑郁状态的时候，他的呼吸都是不畅的。就是他会出，刚才你说的非常正确，它是第一个症状。那对于慢阻肺的患者，他本身就有一个呼吸不畅的情况，他睡眠不好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那这个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想不开或者是人格问题等等逐渐加重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呼吸的状态，和这种呼吸上的感受和我们心理的状态，它关联度这么紧密呢？它有什么样本质的关联？对的，首先就是人的呼吸中枢是大脑的一个最高级的中枢，就你可以看到高危截瘫的患者，然后他可能就是其他四肢可能都不太动，但是他的呼吸系统是在他手和脖子以下的位置，但是他不影响。是因为呼吸的中枢是在脑的更高级的中枢，也就是说它更容易受到这个情绪的控制和反应，你脑内多巴胺等等的一些分泌都会影响到情绪上，包括你肾上腺素的分泌，你激动的时候，你的呼吸频率、心率都会加快。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说人的一旦情绪的低落，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呼吸的频率和呼吸这个肺功能。所以其实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病症本身的问题啦，其实它也涉及到怎么样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过得更加愉快一点啊。那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日常的小事儿开始啊，我们就可以去关注它，避免发生这些呼吸类的疾病，或者说避免发生由于呼吸性的疾病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心情变得更差这种情况发生？是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慢性呼吸疾病，就是医生所要关注的，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不光是一个生理上的问题，那心理上的问题也会有关注。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家属来帮助我们来做到，因为他家属是在日常过程中就跟患者生活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感到焦虑了，然后这个时候呼吸困难了，这个身体反应呢，就是需要家属来帮助这个做一个心情的舒缓，或者是一个压力的一个化解。这其次呢，就是可以简单的学习一些应急的一个舒缓或者是心理的一些小常识，来比如说感到心理恐慌或者是气短的时候，暂停活动，然后有意识的采取我们之前教的一些刚才说的肺功能锻炼的方法，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呼吸机的锻炼上，同时也能缓解一些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个紧张。那这是出现了紧张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踩一脚刹车哈？那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打造一个更加有益于我们身心健康的环境呢？这个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节奏和关注点。第一个呢，就是重建有成就感的一个日常，将大的一个康复的目标化解成每天可以完成的一些小事。比如说今天散步了5分钟，或者是顺利完成了呼吸的一个锻炼，或者是给自己一个肯定。第二呢，就是保持适度的一个社会的连接，不要就是在家里边长期的在家里边待着不出门，要给外边人打电话呀，或者是出门社交啊等等，参加一些活动，培养一些安静的一些爱好，比如说书法、园艺、听音乐，有些这个活动呢是可以提供一些精神的寄托或者是愉悦感的。第三呢就是家人的一些理解。第二呢，家属是不要说别瞎想，然后去打消他的一些说出自己感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而是说我们理解你的这个难受我们可以跟你共情。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缓解患者的一个心理上的焦虑。那我们刚刚聊过了关于骨骼上、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啊。那从我们的身心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还有哪些方面是格外需要这些慢性呼吸疾病的患者去特别留意的？其实还有是很多的，比如说呼吸肌肉的减退，有些人呢就是呼吸肌无力，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因为电解质的原因，有可能是营养的原因，导致一个呼吸肌的过度一个疲劳。那这个过程中呢，也是会影响到心情。那同时呢，还要补充这个营养。那再比如说呢，心血管这个健康的管理，我们之前讨论过，慢阻肺和这个心脏病都是一段难兄难弟。因为彼此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对方，所以刚才我说到说肺功能的可以影响到心功能，那心功能呢，长期的心衰也可能会导致心脏淤血。所以说
保持好这个心脏的一个状态，也是对慢阻肺的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补充。好的，那系统的这个梳理下来之后呢，我们发现除了这些呼吸之外的健康支柱之外啊，我们还要关注到我们的骨骼、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肌肉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系统哈。其实这些都和我们之前谈到的稳定期的4大支柱啊是密切相关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对吗？对，是这整体系统。刚刚我说的就是。呼吸系统呢，它是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全身的，然后最终的目标呢，不是说单纯的让这个吸气或者是呼气通畅一点，它是以一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管理为一个核心的，代替一个整个的各个系统的一个功能恢复，从而这个获得一个更高的一个整体生活质量或者活动能力，这是一个以这个肺为基础，然后全身协调的一个共同的管理模式。确实是哈，这是一种全局观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健康的思路，它能够让我们的管理思路从被动的治病转向了主动的健康。那在践行这种全面管理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您要定期去医院复查，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有没有一些更加便捷的、更加智能的一些工具甚至是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些养护的措施，它可以很轻松的、可持续性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有的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慢阻肺的患者里边，家里边呢最好是备一台这个制氧机，就是尤其是那种比较严重的一个慢阻肺的患者，那制氧机呢就可以让家里边这个患者呢就保持这个氧饱和度，刚才说到了在90%以上，那就刚才另外一个就是装备呢，就是这个制氧夹子，就是氧饱和度夹，就是可以测得你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缺氧。这2个仪器是对于慢阻肺患者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器。那如果说条件可以的情况下呢，比如说有一些智能手表，还可以测得你的这个心率，或者是简单的一个心电图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心率的情况呢，也是它比如说它在有时候它是心率过快或者过慢，它可以报警。这对于老年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置可以家属可以在远程啊，或者是在这个身旁进行一个提早的一个监护。所以这些智能装备上哈，都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肺部的患者安排上了。那这些以外啊，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医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方便的、快捷的，甚至高科技的方法？是的，可以的。就是对于一些老病人来讲，就是他的一个远程的随访或者是线上的问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工具。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就是慢阻肺患者，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疾病。你的一个症状体征其实都是一个疾病病史都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档案，医生可能都知道，这个时候可能跟医生主动联系，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尽早的提早的预防一些急性的一个病症的发生。那可以说是科技改变生活哈，科技也让我们的这个病症管理变得更加简单了。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岳医生为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谈话做一个总结，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和他们的家属一些最核心的叮嘱。好的，今天我们用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啊，就是想扭转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上了年纪的咳痰喘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年龄变化，而是需要去倾听的一个警报。请记住3件事，第一呢就是主动识别，警惕持续加重的气短或者是长期的刺激性干咳、夜间胸闷。第二呢就是勇于检查高危人群或者是可疑的症状者，主动去做一次肺功能检查，这是诊断的金标准。第3呢就是坚持管理，一旦确诊，请相信这个现代医学啊，就是坚持稳定的一个这个规律的一个治疗。这远比这个急性加重的时候这个抢救要更有效。管理好呼吸，就是管理好晚年的生活质量。愿大家都能自由的呼吸，享受人生。好的，非常感谢岳医生今天详尽的介绍，也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像一盏灯一样，照亮您和家人的健康之路。如果说您觉得有收获，请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